欢迎收看邀约评测特刊，我是蝙蝠云。品牌咱就不介绍了，咱节目老熟人了，幕府。目前推出的产品，咱们节目里基本上都聊过，除了那个电影版的007，确实是和咱们基础选题比较偏离，没有进行讲述。今天这还行，一方面和咱常聊的题材比较契合，另一方面针对产品造型的呈现方向也比较有趣。那咱闲言少叙，开始针对今天的品牌方和产品进行殴打。今天打的是幕府漫画线的第一款成品，跑得很快的大都会记者克拉克肯特。产品包装的材质和规格也是相比之前咱们聊过的洛基进行了一定的升级，也调整成了这种偏礼盒的制式，用荷兰版裱了个美纹纸，有一定的手感。特殊工艺上使用了局部 UV 和人物的凸版印刷，封绘上没有抓取某个漫画原画，是为玩具独立绘制的一张行动变装中的克拉克肯特，依然延续了幕府美术团队的设计倾向，写意感重。这图画的挺漂亮啊，画风和配色有点鸟山明加大有克洋那味儿，但是多多少少有点跑题，毕竟产品本身是个偏美式的呈现方向，但是封绘呢它特别日系。大都会守护者这个单词明显是第三方厂商的擦边球，想阐述的是超人的另一个绰号大都会奇迹。背面的美术也延续了留白多的主题，一个写意的代表超人的 S， 其他却白。包装是常规的天地盒规格，内衬没有其他的美术设计，人物及配件也是标准的细塑包装，多了个说明书类的配置，主要作用还是通过它阐述一些可能被忽略掉的玩法，合理配置比较容易让产品显得更正规。超人这个1938年诞生的角色，现代超英文化体系的起源，也是超级英雄这一称谓的由来。这个角色也一直被设定为本名卡尔艾尔的克星莱克，被肯特夫妇收养，在小镇中成长，成年后来到大都会做了一名记者。作为超人的另一个自我，记者克拉克肯特，他的性格概念也成为了超级英雄秘密身份的代名词。幕府这次的作品造型也是以此为中心创作的。首先在这个记者形象的衣着配色上是选择了蓝主色搭配红色的领带，这也算是这一造型的经典配色，从40年代延续至今。这次作品的整体呈现上毛病颇多，咱先说优点吧。在体型上是抓住了这一形象的特点，突出的宽肩让这身略显低调的职员装束记者打扮有个藏不住的强壮框架，这也是不少作品在诠释这一形象时常使用的特征，像咱们耳熟能详的超人 TAS 也都用这一特征去诠释克拉克形象那个藏不住的超人形体。这是个很好的框架，但是用于衬托这框架的点失败了，也就是针对这身衣物的工艺，布料的选材不算差，相对的柔顺厚实不轻浮，也适合这个角色。裁剪上也不算差，衣领塑形工整，走线也挺规矩，裁剪位也不毛躁，整体应该是挺板正的。但是衣物的版型上却非常差，宽肩是这一形象的基石，那么想要突出它的倒三角，让人物有一种漫画感的同时也让衣物更加笔挺，那肯定得收腰，这个呢没收，上下一边宽，甚至下边更肥一点，人物倒三角的感觉没出来，衣物的版型也就跟着垮了。本身这个两袖为了达到一些手臂的特定造型，它就没有做的特别紧，需要躯干部位的衣物去修饰身形，但是也没做，袖子也肥，腰也肥，就显得这衣服像大2号，整体就很窝囊，这个素体肩宽的优势也就完全没体现出来。这个西装的下摆是由铁丝塑形的，你看啊，拿着铁丝稍微这么窝一下，我也没有很细致的去塑形，但是稍微收点腰，它这个上半身对比感出来，观感会好很多。同时这个衣物的基础功能是没有实现偷懒，但是偷的不是地方，它这西装是做了扣，但是没做扣眼。按理说这个作品是应该能够实现这个造型，完成这一形象其实是挺有必要的，俩原因。第一是超人这个蓝西装系扣的形象，它还真挺有辨识度的，不论是40年代的超人漫画还是超人 TS， 这都能算作是一个造型。且另一方面，本来你这西装啊没做收腰，它这样系上扣能人为的让这个西装紧致一点，减弱一下这个衣物腰太肥的劣势。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打俩眼能解决不少事儿，规避正确答案了，属于是上半身是版型问题，下半身还是版型问题。衣服裤子选料一样，剪裁也行，也算笔挺，但是这种偏向挺直的裤子得适当的做短一点，因为它一拖到脚面上就会起褶，把这裤子提到头，这种情况会缓解一点，但是呢已经卡裆了，而且是不能固定的，一动就跑。
还有一个属于非常不听劝的点，洛基那期咱就讲过，这裤子版型是不合理的，它没裆，裤腿粗裆小，没有给胯骨和臀部留出余位来，而且裆是凹下去的，就显得这裤子很不舒适，也很不真实。你像洛基还是个瘦人，裆窄胯小的问题还不会太突出，但超人呢显然不是，也需要一定的虚位去强化性征。这个西服人形的三大基石，素体、衣物、头雕。咱现在看头雕，这次的记者超人他明显是想制作一个有写实风的漫画角色，头雕也是比较突出的全视像，在加入写实笔触的同时，基本上使用了超人刻板印象般的轮廓，宽大的下巴让这个人物显得稳重，所以相对扎实的棱角让这个人物有一个敦厚的面庞，小眼睛和超人标志性的发型口水卷，头的轮廓不差，但是工艺问题很大。其一是在模具细节，也就是皮肤的纹理上，官图上那种比较锐利的肌理基本上是全都没有了。当前剩余的所谓胡须位和毛孔位非常轻微，几乎是常态下不可见的。这个虽然和官图有落差，但是不算大毛病。漫画角色对这种锐利的毛孔或是肌理需求并不高，所以一个相对干净的涂装，头的呈现不会太差。但是涂装呢又没有做减法，最严重的问题出现在眼睛上。超人是个小眼睛，这也是超人自40年代以来就有的作画特征。有的作品会突出这一细节，给它做成一种豆子眼，让这个人物看起来稳重质朴而有亲和力。幕府也是沿用了这一思路做的小眼睛，眼睛小没问题，但是在6寸人形头雕的面部，这个小眼睛让它的呈现空间变得更小，涂装难度也就更大，视觉可见位更小。那在涂装上就应该适当的做减法，但是幕府没有。咱先说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眼睛的光油打的太多了，整个眼睛像窝了一汪水一样，都已经到了在一些角度之下根本看不清眼睛的程度。想让这个小眼睛更明亮没问题，但是过火了，甚至不如不加。超人这个蓝色的眼睛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突出的亮色位了，不加光油也能一定程度上的突出出来。再说这种面部的细节涂装一直都是幕府的拿手强项，但是这个眼睛的位置实在太小，他在这个眼睛里还叠加了下眼睑位一圈淡淡的粉色和上眼结位一抹淡淡的黑色，但是这种叠加的细节它的观感并不好。一方面眼睛实在太小了，但是这种细节位手工的笔触是有极限的，所以相比之下这个眼睑位还是粗了，在细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突出。本来眼睛就小，眼底一泛红，显得整个人不健康。另一方面，这个上眼结的位置也是，它也是一个手工位，也没有办法涂的那么细，并且工人这个手涂双眼它是有误差的，所以视觉上其实能明显的看出来，这边眼结粗一点，这边细一点，这边弯一点，这边直一点，它还不对称。而实际上这种呈现位的价值又非常小，对这个眼部呈现的影响也基本都是负面的，费挺大劲还不讨好，所以它就不应该存在。这个眼位已经很小了，直白的给一双明亮的蓝色眼睛就够了。漫画形象也对这种细节的要求没那么高。第二，依然是涂装细节的问题，这个面部的涂装层数太多，质感过重，写实感也过强了，一层一层的上肤色涂渐变，再上这种胡须位，它的层次感不差，但是跟漫画超人的这个画风不太搭得上。超人还是应该给人一种更干净整洁的感觉，但是现在这种多层叠加的肤色加胡须色让整个人显得很邋遢，而且这个肤色层数上多了之后，你其他位置是不好往回找补的。你看现在能比较突出的看到手和面部它是有色差的，跟颈部也有，并且这种多层的强质感的肤色，它就确实比较需要这种突出的面部纹理的中和。因为这个纹理已经没有了，所以就更放大了这个头雕的缺陷，再加上眼睛光油多了，它就显得糊，也会放大这个头雕的缺陷。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面部这下巴看起来比官图是宽了不少，拆下来之后发现确实是有一些变形。这个素体是胸颈一体的，它主要靠这个头雕去活动，这个比较合理，毕竟还要做这个超人换装的动作嘛，所以他把这头雕拉的是特别薄，给这个颈部让出更多的可动余地。但是这个胶料的强度实在是太弱了，你这头雕软到什么程度呢？拿手一捏就会有比较轻易的形变，捏一下之后大概其这个样比较接近官图那个下巴了。但是玩家手动塑形之后呢，并不能完全定型，就是你把这头雕装回去，它跟这颈部来回活动，最后还得由这个脖子把这下颚推出来2块，回到咱们刚才看到那形状。所以这个非常应该注意，一方面在胶料强度的选择上，另一方面
工程应该考虑在哪个位置去加固这个头雕的结构，诸如说下巴这个位置让它胶料拉厚一点，在三角位置之下稍微再多一点胶，给它一个强支撑，稳定性会好很多。这头雕你要说哪儿做特别好呢？头发做的特别好，发丝的走势、纹理以及头发蓝黑的渐变色表现的都很好。不过这属于锦上添花的次要细节，这个位置做多好，它没有办法影响头雕的呈现。头雕还有第二颗戴软呢帽这个造型的，也算是记者超人的经典形象。头雕的问题和默认头几乎是一样的，它的更多问题可能是跟这个默认头的辨识度有点拉不开，表情上也只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让它的凝眉更重一点，那也就让这两颗头的替换意义基本上只有一个帽子而已。那实际上既然面部不是完全同模，那就应该让两颗头更具辨识度。例如说一颗胜券在握、自信微笑的超人头雕，搭配这个帽子形象，会让这颗头更有互动价值，也让两颗头的辨识度更强。能为这个头雕继续变换造型的眼镜，这眼镜是经历了一次调整，改成了金属框极细的金属眼镜。它做的是一个完整的眼镜，没有去做那种隐藏插装的眼镜腿儿，整体这个配位是比较成功的，在这么小的头雕和这么小的耳缝上实现了一个比较极限的配位。也因为这个配置的改动，这两个头雕现在都可以戴眼镜了，这一个金属眼镜可以1配2。这个超人的神奇眼镜装配调试上比较得当，就确实能像原著中一样给予克拉克一定的气质变化，让人物显得更内敛，更多的隐藏属于超人的光芒。这个衣服要不做成这样，表现力会很强。也简单看一下可动设计，上半身比较常规，诸如手臂的前抬、侧抬、曲肘、腰胸两节，最主要的活动靠腰关节，次要的是胸关节。胯部是内部做了一个抽拉，常规的抬腿和抽拉之后的，实际这种不依人形，不用里头放抽拉关节，直接做长一块，这个胯部也看不见。这个抽拉虽然加强了胯部的可动，但是抽拉的松紧和不依其实相对有点冲突，在拉这个胯部的时候，裤子也会跟着往下拽。脚踝它袜子跟小腿是拆模的，袜子没有不依装饰，直接就是黑色的胶线，这个倒也不冲突，毕竟在呈现上已经是一个极细微的视觉位了。里面是比较常规的关节装头，不过这个装埋浅了，调整接地的时候左右移动就很容易掉。装头稍微长一点会好一些。头颈是常规的装头，常规的可动。比较突出的设计特点是它头部的连接器里放了2层卡位，配合这个西装形象，让它脖子稍微长一点，把它露出来，和配合另一个变装造型用的，让它脖子稍微短一点，协调双造型的合理设计。这个记者超人的形象还有第二个造型，这个风衣造型可以直接叠加在西装上，不用再2次穿脱，版型也还算行。这风衣肥肥大大的，也不需求它多修身。有了这个配置，相当于把超人记者形象的长风衣造型和短西装造型就2合1了。想法挺好，但是配色上问题比较大。这风衣是个偏淡的米色，但是整体的西装乃至是皮鞋都是偏向饱满的蓝色和棕色。这俩色顺在一块，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太跳了，会显得这个风衣颜色更浅。而且一般像这种撞色的情况下，如果是上下半身撞，那问题可能还不算大，但是它这是上半身撞，下半身撞，相当于是蓝撞蓝，就显得这个配色表现很不协调，衣服像偷来的似的。相比之下，这样敞怀穿观感会好一点，毕竟它这视觉调配色打通了嘛，这边一排都是这个蓝色，这个浅色作为两边的撞色，相比之下就协调了一些。但即使如此，这个偏向沉稳的蓝色还是更适合配一个偏深的黄色，例如说这样的配色可能协调度会更强一些。针对记者形象的配件，还有标配的相机，相机的亮点是利用胶件做了这么一个下凹，表现出镜头的弧光，其他的涂装之类的比较常规。报纸2张，有一些关于超人和蝙蝠侠的彩蛋。报纸是没有字绘啊，挪用了一些漫画里的镜头，诸如像缄默的记者证顶上配了个小布袋，两面都有印刷，一样是挪用了漫画素材。提包，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升级空间的配件，它这是拉了2个胶件，这是一个胶件，这是一个胶件，往里一扣，这配件是比较适合加入功能性的。诸如说这个背包可以打开，那就可以把刚才的像一些报纸啊、相机啊，或者是记者证之类的一些小配件放进去，加入一些小小的互动体验，那么这套配件组的表现力也会更强一些。针对记者形象咱们基本上就聊完了，接下来聊这个作品的第二卖点，超人的变装形象。他这超人穿的是2件半衣服，
里面是超人的紧身衣，外面是半件白衬衣，在外边是这西装外套。这个白衬衣是个手感偏挺阔偏绸的这么个布料，最靠胸前这个位置，也就是穿上西装也会露在外面的点，它是做了2层，毕竟这个料子太薄了，让它加厚一层，不会反里头蓝衣的那个底。没用暗扣之类的，用的是在每层衣物之间埋的磁铁，2块都非常薄也非常小，表现上也确实比扣子要无痕，让这个胸前露出的位置是更平整的。它是只有半件，做了这么一个砍袖，从肩部位置切掉，手臂这个位置没有。创作思路上可以理解，一方面他不想让这个肩膀再垫起高一块，那另一方面呢，手臂的曲肘如果有这个偏硬料的白衬衣，它可能幅度会减弱，影响这个造型的呈现。但是这个半件内衬衣的配置不合理，因为这个产品的工程和构件配置它要完整成体系。如果你单纯的只想要配这个撕开衣服的造型而去制作的这个半件衣服，那它没有做完，相当于是你把半成品的内购爆料给了玩家。那如果你想要搭掉这个互动的配置，那你应该做一个假2件，就是背后都不要了，直接缝这么一个假领子，缝在这个西装上，这样还会增加一定的互动体验。大家可以脑补啊，比方说这个位置它两边是缝死的，那也就是说玩家只要一拽西服的这个衣领往西一扯，那就已经可以呈现这个造型了，让这2件衣服之间有联动价值，这个配置就成立。如果单纯的只是因为互动妨碍，那这个配置还不完整，你需要再给一件独立的完整的白色衬衣。因为不论是漫画还是动画里，超人到了报社脱掉这个外套，穿这个白色衬衣开始工作，这样生活化的镜头在超人的故事中比比皆是。所以这个独立的白衬衣形象，它能够算作是一个造型，这个是需要附属的，它有独立的呈现价值。这个形象2是超人的变装形象，发现危机或是灾难的超人脱掉他的记者外套，准备以超人形象投入到一场新的战斗中，这也是超人最重要的造型之一。不论是动画、漫画乃至是玩具产品，都有无数是以此为题材创作的。这个造型的观感应该讲比记者形象要好很多，毕竟便服人偶最需求的衣物工整是没有做到，而这一形象下散乱的衣物显然就不需求这些了，并且这种象征化的造型针对头雕的所谓细节可能也没那么看重了。所以对于这个造型来讲，幕府完成的是比较成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受正义事业感召的超人叙事带动的形象。但可不是没有问题啊，问题俩很突出。第一，这个强调互动性的造型它比较难以达成，它需要你把这个产品的所有衣物打理到相应的造型，然后再破坏掉。你需要把衬衫解开，外衣调整到相应的塑形位置，手臂调整到相应的塑形角度，把原始的领带摘掉，换成这种带铁丝塑形的领带。因为人物的白衬衣是没有袖子的，做这个造型的时候会穿帮，露出球关节，也露出内部的超人服饰，那么还要人为的再装2个袖子配件进去防穿帮。而这2个袖子配件呢，它本身是软的，你想吧，这个软料套到软料里头，虽然说厂商是给附属了实用工具小镊子，但是装起来也挺吃力的。但这个造型本身它只是一个动作，不是一个完整的形象，它的上半身几乎所有的动势都是锁死的了，你甚至只要把手臂耷拉下去，那这个造型可能都不成立，只有下半身还可以动一动。所以这个形象就基本上这个作品变成了一个小雕像，并且互动且完成这个造型的难度还真挺大的。其实又延伸到了咱们刚才的话题，就是应该在配置上做调试，如何让玩家简单的完成这个造型。想必有不少观众想尝试摆这个造型，看到非常复杂的流程之后就作罢了，毕竟这个形象就没有了互动性。你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还是要回到记者形象，那再回到记者形象再重新打理，那就更复杂了。同时这个作品的取舍也应该需要更合理的考量，记者形象是这个造型的完整形象，而超人形象只实现了一半，就是现在这个扮装形象。但是为了这个扮装形象，整个作品牺牲的太多，又导致了记者形象的不理想。这些连锁反应都应该在项目的立项之初就有所考量。那么最简单的，现在的造型应该讲是 1.5 个，一个完整的记者和一半超人。那如果在配置上再做优化，直接把这个作品改成 2.5 个造型，就是把整个衣物脱掉之后，里头是完整的超人紧身衣，通过配件，例如说穿个裤衩啊，磁吸的披风一加呀，就有一个完整的超人。那这个变装造型就只作为这个换装形象的衍生品，那这个产品无疑是在互动性上还是满足感上
就都相当丰满了，当前的这些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让人接受。这个变装的形象，它的完成度颇高，达到了想体现的象征意义。胸标应该讲沿用的是观众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形象，融汇了克里斯托弗·里夫版超人和超人 TS， 应该讲是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但是这个造型最大的缺点也在这儿，就是胸标做的太小了。超人解衣露出胸标的造型，在漫画里让人印象深刻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胸标的尺寸一定要大，表现一种超人在扯开衣服的时候，这个亮色的代表希望的标志，仿佛要冲出画面的感觉，成为这个造型最重要的主体和最重要的视觉冲击位。不是由人去衬标，而是由标去衬人，有这个感觉才对。现在的这个就能感觉到，不论是张力还是冲击力都显然不够，再大一点，让它成为这个造型的主体才好。另外，针对这个造型还是缺少一定的完善配置，这个作品不论是大支架小支架都没有。而超人的这个变装形象具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当然是立正站好扯开衣服露出这胸标，第二种行动变装，在奔跑中在飞翔中扯开衣物的这个造型。而完善这个造型也增加这个没有什么互动体验造型的完成度的，应该是个飞行支架，让这个没什么可玩性的造型尽量增加一些互动性，能做出奔跑中换装的这么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支架，这两个代表性形象就只能完成一个。针对这个造型没别的配件，还有一个后追加的砍袖衫的超人背心，把这个换上能有又一个造型。这个配件比较多余吧，一是这个作品的换装本来就非常繁琐，你想要换这配件得把几乎所有衣服连裤子都得脱了；二是没有正向反馈，你这个形象它也不是漫画中有的，完全就是臆造品，那需要这么大的替换难度，对于玩家的吸引力又这么弱，显然就没什么用。如果说想给一个半件超人衣物就能完成的造型，那我推荐你选择给一件半袖，可以完成超人真相里的这个造型，只要一个半袖加两个带配饰的手型就可以。目前的这个没用。幕府的大都会记者形象超人，这是品牌方漫画线的第一个作品，有一定的巧思，但是呈现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构建方针，所以这种作品看起来就感觉很累得慌，能感觉到制作团队没有完全的把控产品，完成这个作品是比较吃力的。同时对于漫画形象融入写实笔触也没有找到一个足够合理的平衡，工艺和工程上遇事不决就做加法，让这个产品也在多方面都比较臃肿，投射到玩家的角度再互动起来也有一种比较累的感觉。作为第二卖点的变装形象呈现都是十分工整，为整个作品保障了一个基础的下限，但又因为换装难度较大，造型互动性单一等问题很容易被玩家忽略，所以综上这个产品也就只能是及格分水平，需要厂商多整理整理思路，更有针对性的去呈现产品。那么好了，这期咱们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